誰能想到，中國小學生一頓有雞腿、有蒜苔炒臘肉的普通午餐，居然在國外社交媒體炸出1300萬瀏覽量，還讓印度熱搜榜直接癱瘓。更魔幻的是，本該討論營養健康的話題，最後變成各國網友的在線 battle， 而始作俑者印度博主的破防姿態比午餐本身還搶戲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。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中國小學生的午餐居然有雞腿，這是真的嗎？印度一位大 V 隨手上傳的短視頻，本意或許是想吐槽，結果評論區直接變成國際辯論場，瀏覽量狂飆至近1300萬，印度熱搜第一的位置被牢牢霸佔，連美國網友都忍不住下場參戰。評論區裡，一位頂着典型美國白男頭像的 Mega 網友率先跳出來找存在感，一口咬定中國還有4%至9%的5歲孩子發育遲緩，還惡語相向，嘲諷印度博主，讚揚中國活該倒霉。這話一出，不僅中國網友看不下去，連美國本土小姐姐都忍不住下場反駁。先看看自己國家吧，13%至17%的兒童活在貧困裡，還好意思說別人？其實這位白男純屬造謠是尬黑，數據不會說謊。2025年中國5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僅為4.5%，遠低於聯合國公布的14.5%全球平均水平。而美國自己的兒童生長遲緩率高達14%，相當於班級裡的倒數第一，卻指着3好學生的作業本挑錯。這波快樂教育教出來的自信，真是讓人開了眼。美國網友的尬黑讓人發笑，但印度網友的集體破防才真的讓人看清了問題的本質。作為耕地面積世界第2、一年能種3季農作物的國家，印度本該不愁吃喝，可為什麼中國小學生的一頓午餐就讓他們玻璃心碎一地？答案藏在印度的校園餐現狀裡。印度早在2001年就推出了 Mid-day Meal 免費午餐計劃，初衷是改善學齡兒童的營養狀況，但執行了20多年，卻始終留在紙上談兵。多數學校沒有像樣的食堂，更別提專業營養師。飯菜質量差，營養不均衡是常態，有的地方甚至只能提供簡單的粥品，連基本的蛋白質都保證不了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數據更扎心，印度5歲以下兒童發育遲緩率超過35%，部分貧困地區更是突破40%，比中國高出7倍多。2024年，印度糧食產量約3.32億噸，還不到中國的1/3，而有限的糧食資源還被私有糧商優先用於出口換匯，導致國內優質糧源緊張。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早就把印度列為重度飢餓國家。對比之下，中國自2011年啟動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，到2025年秋季學期，受益學生已從25.83萬名擴面至51.31萬名，覆蓋青海全省67.29%的義務教育階段學生，全國範圍內更是惠及近4000萬名學生。多數學校不僅實現熱食共餐，還有專業營養師定制食譜，雞腿、肉類、蔬菜、水果合理搭配。這哪裡是簡單的午餐，分明是國家對下一代的用心呵護。難怪印度網友會破防，當自家孩子還在為一頓營養均衡的飯菜發愁時，中國小學生的午餐已經實現雞腿自由。這種差距換誰看了都會心裡不是滋味。但讓人無語的是，印度網友不反思自己的執行問題，反而把怨氣撒在中國身上。這種比不過就酸的心態，實在有點小家子氣了。這場午餐風波裡最有意思的是各國網友的不同反應。東南亞網友羨慕不已，我們這裡的校園餐只有米飯和鹹菜，中國孩子也太幸福了。歐洲網友驚訝於中國的普惠力度，在我們國家營養午餐只有私立學校才有。而加拿大網友的評論更扎心，直接扯出了當地的餐盒羞辱現象。超過26%的孩子因為帶的午餐不夠西方而被嘲笑，少數族裔孩子遭遇羞辱的概率是白人孩子的2倍。米飯、咖喱、燉菜這些在亞洲人眼裡的家常便飯，在加拿大校園裡卻成了被欺凌的原罪。
有香港家庭的孩子帶燒麥、蝦餃去學校，被同學罵惡心；亞裔孩子帶的菜包飯、包子也會被淘氣的同學取笑。調查顯示，53%遭遇餐盒羞辱的學生都會感到沮喪，46%會要求家長更換午餐，甚至有27%的家長被迫放棄傳統飲食，改成做北美風格的午餐。反觀中國，校園裡從沒有餐盒羞辱的說法，不管是南方的米粉、北方的餃子，還是少數民族的特色美食，都能在食堂裡找到一席之地。這種包容不僅體現在飲食上，更體現在國家政策對每個孩子的平等呵護上。當其他國家還在為午餐吃什麼爭吵時，中國已經用10多年時間把營養午餐從試點推向全國，甚至根據城鎮化進程調整政策，讓縣城裡的農牧民孩子也能享受到補貼。這種民生溫度，或許正是國外網友難以理解卻又忍不住羨慕的核心。印度博主的離譜操作讓小編不禁想起了之前一位名叫 Samk 的印度留學生。Samk 在中國留學多年，按說也算半個中國通。他住着高校的單間留學生公寓，用着比印度快數倍的高速寬帶，吃着物美價廉、種類豐富的食堂飯菜，每學期還能領取不菲的留學生補貼。這份待遇，別說在印度本土，就算在其他國家留學也很難享受到。中國對留學生的包容向來是實打實的，學費減免、生活補貼、獎學金支持，甚至為了方便留學生生活，很多高校都配備了雙語標識，連辦理各類證件都有綠色通道。可以說，中國給了 Samk 一個安穩的學習環境，讓他能衣食無憂地完成學業。可誰能想到，這位享受着中國紅利的留學生，轉頭就在外網上當起了職業黑子。他專門挑中國農村、夜市、公廁這些容易制造話題的地方拍攝，用惡意剪輯的鏡頭、誇張的表情和聳人聽聞的標題，瘋狂抹黑中國。中國農村比印度還落後，中國小吃太髒不衛生，中國廁所的衛生條件令人震驚。更可笑的是他的雙標話術，拍農民種菜，他說中國農業全靠人力，沒有機械，卻故意忽略中國早已普及的機械化耕種。拍夜市熱鬧，他說中國人生活在嘈雜混亂中，卻看不到夜市背後普通人的煙火氣和幸福感。拍學校食堂，他對着豐富的飯菜皺眉頭，吃這種東西我在中國怎麼活得下去？卻忘了自己每天都在食堂裡吃飽喝足。小編真想問一句，既然中國這麼差，你為什麼賴着不走？回印度你能住上單間公寓嗎？能領到足額補貼嗎？能每天吃到種類繁多的飯菜嗎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。這種端起碗吃肉，放下筷子罵娘的操作，哪裡是留學生該有的樣子？分明是為了流量毫無底線的小丑。Samk 的抹黑視頻在網上傳播時，最先忍无可忍的不是中國網友，而是一位在華生活10幾年的南非小哥。這位南非博主對中國感情深厚，他說：“我不是中國人，但我喜歡這個地方，它讓我有家的感覺。”看到 Samk 惡意抹黑自己熱愛的國家，他直接怒了，截圖、錄屏、整理證據，不僅舉報給 Samk 所在的學校和中國公安，還私信要求 Samk 刪除視頻。沒想到 Samk 不僅不知悔改，還惡語相向：“你就是舔中國的狗，我只是說實話。”這種囂張態度徹底點燃了網友的怒火。中國網友紛紛下場，不出1天就把 Samk 的學校、身份、所有社交賬號扒得底兒朝天，大家集體舉報。他的 TikTok 油管賬號很快被封禁，連平台都看不下去這種造謠行為。學校也迅速做出反應，給 Samk 發出警告函，明確告訴他，如果再敢發布抹黑中國的內容，將直接通報大使館，把他遣返回國。這下 Samk 徹底蔫了，他心裡比誰都清楚，一旦失去中國的留學資格，他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學習和生活條件了。其實網友們的憤怒從來不是不能接受批評，中國確實還有需要進步的地方，農村地區的發展不平衡，部分公共設施有待完善，這些都是客觀存在的問題。但批評和造謠是兩回事兒，提出建議和惡意抹黑更是天差地別。Samk 拿着中國的補貼，享受着中國的資源，卻用剪輯的虛假鏡頭誤導國外網友。這種吃人家飯砸人家鍋的行為，違背了最基本的做人底線，也難怪會被全網唾棄。其實類似 Samk 這樣的人並不是個例。
總有一些人在中國享受着穩定的生活、公平的機會、完善的設施，卻轉頭就向國外獻媚，把中國的優點說成缺點，把中國的進步說成問題。他們以為靠抹黑就能阻止中國發展，卻不知中國的發展從來不是靠別人的讚美，而是靠14億人的共同努力。從2011年到2025年，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從試點到覆蓋全國，受益學生從幾百萬人增長到數千萬人，從糧食自給自足到食品價格穩定。中國用佔世界不到10%的耕地養活了世界近20%的人口。這些成就不是靠造謠就能抹殺的，也不是靠抹黑就能阻擋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